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围城》。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，生活像一座城，外面的人拼了命想挤进去，里面的人却又拼命想逃出来？那种被困住的窒息，那种对自由的渴望，却又在反复的进出中迷失了自己。这就是钱钟书先生笔下的《围城》，一部关于婚姻、爱情和人生的讽刺杰作。它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围城，带着一丝荒谬，一丝无奈，却又那么真实，让你忍不住停下来，想一想自己的生活。钱钟书这个名字你可能听过，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泰斗，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，生于1910年，出身书香门第，从小就浸润在古今中外的书籍海洋里。他早年留学法国，在牛津大学深造，精通多国语言。那段经历让他见识了西方文化的繁华与虚伪，也让他对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看得更透彻。回国后，他经历了战乱、抗战，目睹了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和人性的扭曲。这些亲身经历让他写出了《围城》这部小说，表面上看是讽刺婚姻，但其实是借婚姻这面镜子，刺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伪善、浮躁和无力。钱钟书先生写作的动机很简单，他想用幽默的笔触揭露生活的荒谬，让读者在笑中带泪，在泪中醒悟。你想想，一个饱读诗书的人，却选择用这么犀利的眼光审视世界，这背后是多少对人生的失望和领悟啊！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。你想象一下，1937年的上海港，一艘轮船缓缓靠岸，船上下来一个年轻人，他叫方鸿渐，手里攥着一张假文凭，那是他从爱尔兰一个野鸡大学买来的博士学位。你可能也想过，如果人生能买一张捷径的票，该多好。但方鸿渐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他本是留学法国，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拿到真学位，父亲逼他回国。途中他邂逅了鲍小姐，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。那场船上的浪漫像夏夜的烟火，绚烂却短暂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爱情有时就是这样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方鸿渐和鲍小姐的激情不过是海上的一场梦，醒来后只剩尴尬和后悔。回国后，方鸿渐被介绍到岳父家，那里他遇见了苏小姐，一个优雅的知识女性。她聪明、骄傲，像一朵盛开的玫瑰，却带着刺。你会觉得方鸿渐对她的追求像是在追逐一个幻影，他写情书，献殷勤，但内心却摇摆不定。苏小姐的表妹唐小姐出现了，她单纯温柔，像晨光中的露珠，让方鸿渐真正动了心。你想象那场景，在上海的雨巷里，方鸿渐和唐小姐漫步，雨丝细细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味。他的心跳加速，却又因为苏小姐的介入，一切变得复杂。冲突在这里爆发了，方鸿渐的优柔寡断，让他错失了唐小姐。那一刻，你能感受到他的悔恨，像一股暗流在心里涌动。故事继续转折，方鸿渐被迫和苏小姐订婚，却又在婚礼前逃跑。他去了内地的一所大学教书，那里是另一个围城，同事们勾心斗角，校长是伪君子，知识分子们戴着假面具，表面斯文，背后尔虞我诈。你有没有在职场中体会过这种荒谬？方鸿渐的假文凭暴露了，他被解雇，狼狈不堪。命运像在捉弄他，他又遇到了孙柔嘉，一个看似平凡的女孩。他们的婚姻来得仓促，像一场意外的雨。婚后生活，你能看到围城的真面目，琐碎的争吵，婆媳的矛盾，工作的失意，一切像一张网，越挣扎越紧。方鸿渐从一个游手好闲的留学生变成一个被生活磨平的丈夫，那过程充满了讽刺和无奈。你听听那些细节，夜晚的灯光下，夫妻俩相对沉默，空气中只有钟表的滴答声。街头的小摊前，方鸿渐买了廉价的食物，回家面对妻子的抱怨，还有那些无谓的争执，像冬夜的寒风，刺骨却又无处可逃。整个故事
就这样层层推进，从浪漫的起点到荒谬的转折，再到绝望的深渊，让你不由得叹息。人生啊，何尝不是一座座围城？我们进进出出，却总逃不出那道无形的墙。说到这里，我要停顿一下，因为故事中最触动人心的那一幕，就藏在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婚姻深渊里。你想象那个场景，一个普通的夜晚，上海的旧公寓里灯光昏黄，窗外是淅淅沥沥的雨声。方鸿渐和妻子又一次吵架，这次是因为一件小事，也许是饭菜的咸淡，也许是家务的分担，但积压的情绪像火山爆发了。方鸿渐吼出那句：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，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，笼内的鸟想飞出来，所以结而离，离而结，没有了局。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感受到这种绝望，那种被困住的窒息，像无形的枷锁锁住了他的灵魂？孙柔嘉哭了，泪水划过脸颊，房间里只剩沉默，那沉默比哭声更刺耳。它不是简单的争吵，而是命运的转折。方鸿渐终于看清了围城的本质，婚姻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个战场，里面充斥着妥协、欺骗和无尽的疲惫。这一刻，情绪层层叠加，从愤怒到悲伤，再到一种空洞的释然。你能听到他的心跳吗？像琴弦崩断前的颤动，那种高潮不是轰轰烈烈的爆炸，而是悄无声息的崩塌，让人喘不过气，却又忍不住回味。从这个故事中，你有没有发现，钱钟书先生想告诉我们的，不只是婚姻的围城，而是人生的围城啊！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围城里挣扎。事业的围城，里面是升迁的诱惑和压力的牢笼；爱情的围城，外面是自由的幻影，里面是责任的枷锁，甚至社会的围城。那种荒谬的人际关系，让知识分子像方鸿渐一样戴着假面具，活得虚伪而无力。你可能也想过，为什么生活总这么讽刺？因为人性本就复杂，我们追求的往往是我们得不到的，我们拥有的又常常让我们窒息。这就是书的核心思想。围城是命运的隐喻，它提醒我们，苦难不是外来的，而是我们自己筑起的墙。停顿一下，听听这句金句：人生就是围城，婚姻与事业都是围城。它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们内心的锁。你想想，方鸿渐的经历不是在对抗命运吗？从买假文凭的荒谬到婚姻的纠缠，他一次次试图逃脱，却又一次次被拉回。那种希望与绝望的交织，正是人性的写照。我们在苦难中寻找意义，在荒谬中追寻活着的价值。爱与责任在这里交汇。方鸿渐对唐小姐的爱是纯真的，却被现实碾碎；对孙柔嘉的责任是无奈的，却又让他学会了承受。最终，哲理升华到这一点：对抗命运不是逃出围城，而是学会在围城里找到内心的平静。释然不是放弃，而是接受生活的荒谬，继续前行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看透了这些，就能从绝望中领悟到一种更高的智慧。就像雪夜里的灯光，虽然微弱，却能照亮前路。人生啊，本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围城游戏。我们在里面哭泣、沉默、领悟，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希望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的心是不是也跟着起伏？围城不只是钱钟书先生的一部小说，它是我们每个人的镜像，映照出那些被围困的日子，那些在命运中挣扎的瞬间，从开头的浪漫，到中间的冲突，再到最后的释然。它像一曲低沉的琴弦，拨动着我们的情绪。感谢你今晚陪伴我一起走过这座围城。睡前想想，你自己的围城是什么？是婚姻，还是工作，还是内心的那道墙？你又该如何从中走出来？晚安，愿你梦中找到答案。